今天的这样的信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真的是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有这样一个心愿，我们要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主耶稣，你亲自的敞开你天上的窗户，将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今天不是人在这里说话，乃是主耶稣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主真的是我们的求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亲自做着感动与交通的工作。主耶稣你亲自将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话语当中的亮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今后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在每一天的这个工作当中，在每一天的学习当中，在每一天的这个人生当中的行为准则，让我们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活得更像耶稣基督。主，我们再一次的将今天的众人，无论是在我们网络前面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今天就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一次的完全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将属天的祝福丰丰富富、满满的赐给在我们的众人身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今天我们延续在这个系列当中，在我们这个月当中我们一直在谈到的是教会建立和教会成长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常常发现，在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在教会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和大家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座，让大家能够明白从前我们以为的，从前我们意识形态当中、思想当中有一些的错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的来调整？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如何的重新的再回到耶稣基督的心意当中，重新的再回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当中来建立教会。今天我们会谈到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建立从前在我们这个经历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挑战和问题，今天我们会讲。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常常在这个教会建立这个过程当中，在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以为只要你有奉献的心志，只要你有奉献的心志，教会就一定会增长，或者说只要你有奉献的心志，你的侍奉就一定是对的。往往这个话题往往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听到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什么听到我们的好朋友，听到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教导。如果一间教会它不增长如果事工不兴旺很多的可能是因为人缺乏奉献的心志，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得到的教导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志愿意奉献的心志你愿意奉献你只要有这样一个心志，你多祷告，多读圣经这样的话呢，你所做的事工一定顺利，一定成功你的教会，你所参与在这个教会当中，你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能够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教会一定会增长。这句话听上去不错听上去好像很符合圣经当中所说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志，愿意为神摆上的心志。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会接下去做一些的分析，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光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志就能够成为
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将事工做起来为神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做成事情的这样一个人。首先今天我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光有奉献的心志，你没有行动是不行的。如果你光有奉献的心志，没有行动是不行的。没有祷告的事工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事工。但是如果教会需要成长，需要的远比祷告还要多。祷告是我们最基本、最基础的必须条件。若是没有祷告，什么事情在神的国当中都不可能发生。有一首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叫祷告摇动神的手。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祷告，不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工作几乎没有参与进来，神的那一部分的工作几乎没有参与进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事工开动不了，我们发现我们向神求的事情不能够实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同样的会让我们走向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忘记人的本分，我们没有行动我们只是祷告，为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去投入我们理应的努力，我们只是什么只是向神在求。像这样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祷告。教会需要成长，所需要的、所需求的远比祷告更多。你必须要有行动。圣经当中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约书亚的故事。约书亚的一个什么故事约书亚就是有一次这个故事有一次约书亚在这个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战役之后，他夺下了一个城那个城叫耶利哥城那个城是什么？是他们踏入迦南地的第一站所以首战告捷，很大的成功，很大的一个胜利。耶利哥城被当时形容是什么？是固若金汤。这个城市是非常的雄伟，建筑非常的什么坚固，很难攻入进去。但是什么？神用他的能力你如果知道这个故事的话，神用他的能力让他们绕城7次7天每天1次，最后一天7次，就这样这个城墙就倒塌下来。他们没有发一箭没有用一兵一卒，这座城市被他们攻取下来。但是很奇怪的是这座城市攻取下来之后，这个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就是说城里面的一切活物你们都要杀掉，不管是动物不管是人，全部要杀掉。里面你们夺取来的金银宝石衣服都不可以拿，全部要烧掉。你不可以拿。好，这个以色列人非常听话，他们就没有拿。但是有一个人他叫亚干，这个人呢就是看到一个帐篷里面有一条金带子，一条金带还有几套非常名贵的衣服，上好的衣服。这个亚干怎么样？他就贪心，就把它留下来。留下来之后，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就这样过去了。那么他们开始要打第二个城市，叫埃城。埃城是一个什么城市？埃城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市，跟耶利哥没有办法比，就像是什么？是个农村那个可能是什么？是个北京那个耶利哥可能像北京那么这个埃城是什么？埃城感觉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乡村那么以色列人就上去攻打这个埃城，没有想到他们首战告捷能够把耶利哥夺下来，但是在埃城这一个战役当中，他们失败了，他们死掉很多人，死伤很惨重。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原来就是他们违背神的命令。那么当他们这个事情违背了神的命令，得到
这个神的惩罚了之后呢，那个约书亚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圣经在约书亚记7章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约书亚他就把衣服撕裂，和所有的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面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在神面前恳求，到底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出了这个问题？众这些领袖，以色列的领袖他们出来匍匐在地，一直到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就来了。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耶和华继续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当灭的物，你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在这个故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的属灵原则是什么？他告诉你的是，你不仅要祷告，你要采取行动。约书亚最后就采取行动，找到了那一个拿了耶利哥城当中当灭之物的那个亚干。你知道，你看过圣经这一段的话，你知道他们就把亚干用石头打死。打死之后，他们再一次的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就得胜，把那座城市拿下来。所以在圣经当中，这个故事，我们不仅明白这个故事，我们要看到这个故事背后的属灵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祷告是基础，同样的，你需要有行动。若是约书亚他只是祷告，匍匐在地，和那些长老只是求神告诉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没有去做那个行动，没有把亚干找出来，没有把亚干这件事情处理掉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是不可能够夺下这个爱城。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常常我们在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等待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要求神，我们要祷告，绝对没有错。祷告是最底下的那个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设施，你不要谈上层建筑但是光有基础设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上层建筑在上面。有了基础设施，加上你人的努力，你积极的行动，能够将这件事情做好。我们需要行动，光祷告是不够的。但是常常你知道吗？常常我们的人我们会怎么记得？我们一听到我们人需要行动之后我们往往会行动过头。在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常常我们人会犯一个这个错误。若是你去过一些教会，在你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你经历过不同的教会，你去参加过不同的教会的主日崇拜你在不同的教会里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往往有一些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管理或者这个教会的运行往往让你感觉它更像一个企业。这个就是什么？是我们人行动过头了。往往你在一个教会当中你发现这个教会它感觉上更给你的感觉，它不是一间教会，是一间什么？是一间基督徒在一起的企业。往往人过分的强调组织管理、行销使得教会就莫名其妙的就转化为一个基督徒在一起的企业。
所以这样造成教会就世俗化。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的要进行反思。诗篇这个作者在127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告诉你，做神的工作，你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做神的工作，你应当知道这件工作是谁的。这个作者怎么说？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建造一个教会，不能只靠人的努力。建造一个教会，我们绝不能忘记教会是属于谁的。这个教会属于谁的，你不要忘记。常常有的人有一些人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把教会看作是他自己的，忘记了这个教会原有的归属者是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间教会是属于一个人的，或者属于一群人的，没有。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教会的主，这个头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看如果有一间教会，它的慢慢的趋向走向于属于一个人，它慢慢的趋向属于一群人，这个教会它就开始演变成一个企业。这和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符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曾经这样的比喻，他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新娘，耶稣是新郎。这个新娘它是属于这个新郎的。同样的，他比喻又有一个比喻，关于教会和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说，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这个身体是属于头的，头和身体是一体的，是这样的。没有说这个身体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或者是说属于某一群人的。行动过头，往往会使我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落入企业化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另一方面，另一个极端是，我们会遇到什么？我们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只能靠神来做。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什么？是一点都不行动。一个教会是人与神分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教会是靠着神的大能，借着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两个因素必须共存的。我们无法靠神，我们无法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办法不靠神。我们说我们自己来建立教会，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服侍神。神也一定是要透过人来完成他的工作。整本圣经当中，你看到这个整本圣经，它其实一个中心就是告诉你神的故事。整本圣经它讲的就是神的故事。但是在整本圣经这个神的故事当中，穿插的都是不同的人。你听到过有亚伯拉罕的故事，有摩西的故事，有大卫的故事，有以利亚的故事，有这个以赛亚的故事，有以西结的故事，有但以理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你的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人的参与，有人的努力，神与人配合，完成了那美妙的这样的工作。在整本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神和人配合之后，它的结果是多么的美好。整本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和人配合之后，他的教会就开始建立起来。整本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和人配合起来之后，他的教会开始兴旺，福音开始兴旺。
神使用人成就他的目的。这个就是整本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今天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属灵。什么叫过于属灵？就是我们过分的依赖神啊，我们不去动，我们不去做我们理应做的啊，这样的情况就导致啊，神的那一部分有了，但是没有人和他一起合作。今天你想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出埃及记，我们都常常读到了这样的一段的故事，就是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去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他应许要祝福他们的那个地方啊。你试想啊，若当时啊，摩西拒绝了神的请求啊，不配合神的工作啊，今天这个世界会是怎么样？那么圣经之后会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当时神请摩西把这一群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非常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什么？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这个人摩西他愿意付上代价，愿意努力，愿意将这样的一批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导致后边整个故事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一群人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这片应许之地，在这个应许之地当中，他们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部落，他们有12个支派在这个当中，那么在这个支派，在12个支派当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犹大支派。从这个犹大支派慢慢的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家谱的这样的血，出现了大卫王，大卫王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是一条线，这是他们的一个家族。所以当人和神配合的时候，神能够借着人完成他的事业，完成他的目的。哥林多前书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说我栽种的，另外一个门徒叫亚波罗，亚波罗浇灌，但是神使他生长。这句话就是告诉你神的工作，神一定参与在其中。但是人逃不了他的责任，人也要分工配合，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借的这段经文，就是告诉人神与人同工的关系保罗做了保罗的部分，亚波罗做了亚波罗的部分，你做了你的部分，我做了我的部分，他做他的部分。当我们这一些人在神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分配的当中，我们都参与在其中的时候，神的国，神国当中的事工就开始了，神的国就开始复兴了。那么在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在参与在神国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当中神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当中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需要有方法。要教会，要建立教会你不仅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性质，你同样需要方法和技巧。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工作，我们做事情，我们要用巧力。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技巧你没有正确的方法，你往往做事情很累你往往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但是什么？你的结果并不好。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同样的人，
同样的他们用同样的这个食材啊，同样的烧一个菜啊，为什么有的人他做的菜啊非常可口啊？为什么啊朋友之间啊都喜欢到他家去啊，到他家去什么跟他一起吃饭啊，尝尝他的手艺啊？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同样的努力啊，也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呢，他的结果呢并不是很好啊，他烧出的菜其实并不合胃口别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技巧。在神的国度当中做事情，同样要有技术，要有技巧。传道书当中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叫什么？他说啊，这个铁器钝了，若不将它磨快，啊，就要多费气力。铁器啊钝了，你若不将它磨快，就要多费气力。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传道书啊，他就告诉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注意做正确的事情，需要有对的技巧和方法。铁器钝了，你不磨，你去做啊，你做工，你一定多花时间，多花力气。但是你若是啊将它磨快，你就是有更高的效率做同样的一件事情。神的国度当中啊，他希望你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是一个聪明去做的人，是一个勤奋去做的人。所以在这样的第一个这个主题当中啊，我们谈到了，在你日常的这个服事当中啊，在这个求神的，在你跟神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不要觉得你光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智啊就足够了。今天如果你心中你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求问神，但是什么？你没有一个行动出来，没有一个积极的行动出来，你没有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啊，往往你的祷告是什么？是属于负面，是属于什么？你没有参与在他的神的国度当中啊。若是你既祷告，同样的祷告，但是又配上你的努力，加上你的努力，这个就是什么？神和你都一起配合在这个工作当中。记住，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工作啊，都是神和人之间配合的，让我们看到。所以同样的啊，对于教会来说，教会的增长是神和人之间的配合。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服事是神和人之间的配合。若是光祷告，不参与在服事当中，光祷告啊，你只是等神，往往这样的功效会打折扣。今天啊，我们要讲第二点。第二点也是我们常常以为正确，但是若是我们用圣经的原则去比对的话，我们发现啊，这句话同样是有问题的。就是啊，神要求于我们的只是忠心。常常我们听到，我们对神要忠心，我们对神啊要忠心，这句话一点没有错。但是你说神要求于我们的只是忠心，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认为啊，有这样的一个片面的认为，就是忠心就是神对我们要求的一切。好，这个陈述其实只对了一半。神对人的要求是忠心，并且要结果子。今天我想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观点，圣经当中的观点提出来。好，盼望着在这个视频前的，或者是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一个警醒。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传讲圣经最正确的原则。是我们做传道人的一种疏忽，但是我们把话语若是讲得很重，我们又怕
又怕弟兄姊妹们对圣经的教导会有抵触的情绪。但是我要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不能够欺骗信徒，我们不能够将神的原则、将神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圣经的原则，我们把它抵消掉。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是诚实的话。圣经当中，神明确的告诉每一个基督徒，你是要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什么叫结果子？结果子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将你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要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将你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祝福，要传递给另一个人，使他同样的得到这样一个属灵的祝福。今天神怎么样给你这样的救恩，你同样的要将这个救恩传递给别人，这个叫结果子。这个果子不是物质的，这个果子是属灵的。圣经当中，在约翰福音15章8节当中，他说，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这里，他把这一件事情讲得非常的严厉。我们若是只是粗粗的读圣经，你体会不到这句话的严厉性。他说你们若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他告诉你什么样的标准，你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你我坐在这里，我们可能是基督徒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神的门徒？你的标准是你有没有果子？一个不结果子的人，很难说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这不符合圣经的标准。一个不结果子的侍奉是不荣耀神的侍奉，一个不结果子的侍奉，一个不结果子这样一个人生，证明我们不是基督徒。信徒的果子就是另一个信徒。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信主很久了，我们已经信主很久了，我们常常去教会，我们在教会我们可能有年头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果子出现？或者是说你的果子是不是很稀少？